美军舰中东遇袭，以哈冲突外溢，以军抵达加沙南部最大城市的市中心。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乌军反攻，五角大楼2大建议全被否决。美军高超音速导弹遇阻，暗鹰试射接连取消，多个型号面临延误。12月3日的时候，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卡尼号驱逐舰和多艘商船在红海遭到袭击，并称导弹和无人机均来自也门。另外，美国广播公司当天报道，卡尼号驱逐舰当日在红海击落了几架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12月4日，胡塞武装表示，当天在曼德海峡对2艘以色列船只进行袭击。为了报复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事，胡塞武装一直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人机，但都被美军拦截。现在胡塞武装大概是改变了战略。11月19日晚上的扣押货轮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法新社对此的评价是，此举为加沙战争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对胡塞武装来说，发射导弹确实有点难度，毕竟有美军为以色列拦截，但近距离拦截货船那就是手到擒来。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除非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进攻，否则悬挂以色列旗舰的船只、由以色列公司运营的船只，或者由以色列公司拥有的船只，都将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虽然胡塞武装表示目标只有红海的以色列船只，但谁也不会相信美军方已经认定军舰遇袭与胡塞武装甚至伊朗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将考虑所有适当的反应。袭击海上货轮，这标志着以哈冲突外溢，不知道下一个冲突点会在哪里爆发。同时，在加沙地带，以军已经抵达加沙南部最大城市的市中心。12月4日，数十辆以色列坦克进入加沙南部，并在南部城市汉尤尼斯附近作战。军方认为哈马斯领导层藏身该地区，并继续扩大地面攻势。12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司令亚龙·芬克尔曼少将表示，以军已抵达加沙地带南部最大城市汉尤尼斯的市中心。以色列时报援引芬克尔曼的话报道称，我们已进入贾巴利亚中心、舒贾亚中心，今晚也已抵达汉尤尼斯的市中心。芬克尔曼认为，自加沙地带地面行动开展以来，12月5日是战斗行动最激烈的一天。同时，加沙北部的地面行动也在继续。以色列军方表示，摧毁了哈马斯袭击以军的设施。军方称，海军在夜间也进行了打击，目标是哈马斯的观察哨所以及加沙沿岸的其他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预计加沙战争将以目前的速度持续至少2个月。乌俄战场之上，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乌军反攻，五角大楼2大决议全被否决。从进展来看，乌克兰的反攻确实不太顺利。在6个月的时间里，乌军前进了10几公里，收复面积大约为518平方公里，与资金、人力完全不成正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采访了30多名美国与乌克兰2国政府官员以及20多名前线官兵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试图解释这个问题。文章称，在反攻开始之前，乌克兰军方与五角大楼以及英国国防部进行了8次桌面推演，制定反攻计划，但是双方存在很大的分歧。五角大楼建议乌军在4月份就发起反攻，那时候俄军还没准备好，但扎卢日内认为乌军同样没有做好准备，缺乏足够的武器和弹药，于是反攻时间就来到了6月份。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6月份发起反攻时，俄军的防线十分完善，特别是地雷给乌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除此之外，五角大楼更倾向集中力量攻击单个目标，也就是在扎波罗热达成突破。但扎卢日内则认为，乌军应该在战线上同时在3个地区发起进攻。虽然北约官员认为这种战术会分散乌军火力，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扎卢日内的战术。于是情况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反攻开始后，乌军快速推进，试图收复美丽托波尔，并切断俄军后勤补给线。只是情况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俄军的雷区和炮击给乌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乌军被迫改变战术，在炮兵支援下以小分队进攻，实施穿插作战，同时发动敌后游击战，骚扰俄军后勤补给。这样做确实减少了人员与装备的损失，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减缓了乌军的进攻速度。乌克兰认为反攻不顺利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足够的武器弹药，尤其是空中支援。火力军认为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在乌克兰防空网的压制下，俄空天军基本没什么战绩，起飞一架就被打掉一架。俄军前线部队同样缺乏空中支援。至于炮兵，俄军虽然火炮多，但依旧不具备优势。大炮主义的战术早就过时了，精确打击才是王道。乌军的炮兵虽然数量不如俄军，但无论是射程、精度还是反炮兵能力上，都要比俄军更强。所以大概率还是在时机以及战术选择上稍微有一点问题。问题来了，扎卢日内与五角大楼的战术哪一个更好一点？如果按照五角大楼的战术进行，当前战线会变成什么样子？首先就是时间。就装备部署情况来看，4月份确实不是反攻的好时机。这个时期，巴赫穆特的战事还没彻底结束，北约的援助也没有彻底到位。无论是远程打击还是前线攻坚，乌军都没有做好准备。其次，战术问题，乌军选择同时在3个地区发起进攻，战术与当初反攻哈尔科夫以及反攻赫尔松类似。虽然分散了一定的火力，但可以通过打击俄军后勤以及俄军的调兵情况，判断俄军防线的薄弱点，最后再确定向哪个方向进攻。如果反攻顺利的话，乌军大概率是可以推进整体战线。五角大楼集中力量攻击单个目标，则是以点扩面，可以理解为军团级别的闪电战，从扎波罗热战线逐步影响全局。大致情况就是部队发现俄军之后，坦克不会停止前进，而是一直保持向前攻击的态势，由后面的部队与俄军近距离交战，攻下俄军阵地之后，再由大部队补充战力。如果能顺利突破俄军防线，那么乌军在同一轴线上的兵力只会越来越多，并向周围辐射。并且俄军并没有解决兵力短缺的问题，战线兵力密度并不高，很多战壕只有1个班，甚至是2-3个士兵把守。一旦遭到乌军集群式的攻击，如果炮火与雷区没有能拦截住乌军的进攻，那么防守的俄军也就只能弃守阵地后撤。乌军的兵力增加到一定程度，甚至能跑到俄军战线后方。俄军炮兵的机动性不足，加上海马斯火箭炮的反应速度相对较快，就算是不用战术，双方火炮对轰，俄军都不是对手。俄军唯一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地雷了，而从后方突击，地雷的问题就会缩小一大半。这种模式在前期的难度较高，后期进攻会比较顺利，但是损失会比较严重。而且火力军总感觉有赌博的心思在里面，赢了皆大欢喜，输了直接暴毙。但是如果问火力军哪一种模式更好，火力军还是更倾向于五角大楼的战术。乌军可以直接放弃巴赫穆特，在4月份直接对俄军发动突袭，在俄军部署完毕之前吃下一大块肉。当然，火力军现在能这样说，主要还是因为扎卢日内的战术已经有结果了，多少有点时候诸葛亮。另一边，美军高超音速导弹陷入麻烦，暗鹰试射接连取消，多个型号面临延误。12月4日，美国动力网站称，美国陆军助理部长道格·布什在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装置存在问题，导致今年的3次实弹测试都被取消。暗鹰计划于今年3月、9月以及10月进行发射试验，但都被取消了。有意思的是，暗鹰的发射装置是最早交付的部件之一。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项目2019年3月启动，发射装置由标准的美国陆军 M870 拖车改装而来，每辆拖车最多可装载2枚暗鹰导弹。从纸面数据看，暗鹰导弹属于典型的助推滑翔类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透露，暗鹰的最高速度可达17马赫，最大射程为2775公里。美国星条旗报报道，2021年10月，暗鹰导弹第一批原型硬件设备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交付给美国陆军，包括一个操作中心、4个发射装置以及卡车和重型拖车。按照美国陆军的计划，暗鹰导弹在2023年开始部署，但现在的情况却是一直推迟，直到现在还没有进行过全面实弹发射试验，预计服役时间将推迟到明年。说实话，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项目还是挺多的。俄军宣布匕首、先锋、锆石等多型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服役，而美国至今没有任何一款高超音速导弹服役。
在这样的压力下，美军各大军种都争相推进各自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暗鹰导弹更是采用边测试边生产的方法，以求尽快交付。只可惜结果不好。美国陆军曾说过，暗鹰将是美军装备的第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就算是研制进度一直拖延，但是仍然有机会获得这个成就。其他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的进展也不太行。暗鹰导弹研制推迟会直接影响到美国海军。2019年，美国海军与陆军联合推进通用型高超音速滑翔体项目，美国陆军在其基础上发展的就是暗鹰导弹，而美国海军配备的同型导弹被称为中程常规快速打击导弹，计划于2025年和2028年分别将其装备在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上。至于美国空军，那就更难受了。2017年，美国空军启动高超音速常规打击武器项目，同样是基于通用型高超音速滑翔体进行改进。但2020年2月，美国空军发言人安·斯特法内克表示，正式取消 HCSW 项目。还有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是 AGM-183A， 也属于助推滑翔高超音速导弹，但战斗部采用技术含量更高的非对称楔形滑翔体设计，最大速度为10马赫，射程1000公里，但也是测试结果不行。今年4月，美国空军表示，因为 AGM-183A 导弹在最近几次试射中接连失败，后2次测试将用于收集数据，为之后的高超音速计划提供数据，不会推进相关采购。这也就意味着 AGM-183A 项目下马。目前美国空军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只剩下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由雷神公司负责研制，采用难度更高的吸气式超燃冲压发动机，预计明年进行试飞，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扎楼日内与五角大楼的战术哪个更好一点？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